贫道林凤娇，家中排行第9，因此大家都称呼我为九叔。就在前不久，任家镇首富任发请我替他的父亲迁坟，可来到任家祖坟后，我发现了不对劲。蜻蜓点水穴应该是雪花盖顶，利用石灰来吸收阳气，配合法藏的方式，让阳气在蜻蜓点水穴中与地下的阴气调和，生生不息，这样后世子孙的气运就会越来越旺。可任发却用水泥封住墓穴，这样只有阴气涌进棺材，没有阴阳协调。人家家道中落还是轻的，怕的是棺材里的任老太爷会尸变。果然，就在开棺的那一刻，我担心的事情发生了。于是我建议任发赶紧将老太爷尸身火化，可任发却说家父生前怕火。我知道任发是不想浪费刚找好的风水宝地，看在他又给我加了钱的份上，我让人把任老太爷抬回了义庄。回去以后，我立刻让2个徒弟用墨斗线将任老太爷的棺材封住，希望能够熬到重新下葬那一天。可没想到，2个不着调的徒弟居然忘记了最重要的棺材底。就这样，在一个月圆之日，任老太爷趁我们不在的机会破棺而出。任老太爷变成僵尸后，第一件事就是找自己的儿子。当我赶回来时，任发已经没救了。这也是我第一次对付吸了至亲之血的僵尸，心里没有底，只好拿出茅山秘术仔细研究。书中记载，这种僵尸已经刀枪不入，不惧灵符，只有用他生前最害怕的东西来对付。我顿时想到任发曾说过家父怕火，于是我和4目师弟联手将任老太爷火化。见识过僵尸的可怕后，我自然不能再冒着生命危险招惹僵尸，于是就带着徒弟从任家镇搬到了甘田镇。在这里，我还收养了一只人宁姜。就在我想过几天安稳日子的时候，麻烦又找上了门。麻烦大了，外边，我。你们把他抬起来，顺便准备家伙啊！来到芭蕉林以后，才知道原来是阿呆的表弟被芭蕉精吸干了精气。芭蕉精一心想要躲藏，很难找到，只有靠童男才能将他吸引出来。我还要收妖，自然不能亲自出马，只能让徒弟阿豪假扮新郎，要把自己披红戴绿，装成新郎的样子，再用红绳子当红娘，绑着这对龙凤烛，然后把它点着。把红绳子的一头扔到芭蕉林，另一头拿到屋子里绑在自己的脚趾头上。记住，不能够打死结，然后打起精神，假装睡觉。果然，到了午夜子时，芭蕉精顺着红绳来到了阿豪身边。就在他要吸收阿豪精气的时候，阿芳用照妖镜把他惊走。埋伏在外的我急忙出手，还是被他逃进了芭蕉林。笨手笨脚的阿芳想要追，反被芭蕉精控制。不要过去！怕火！找到了芭蕉精的弱点，我急忙拿起火苗救下阿芳，然后冲进芭蕉林追击芭蕉精。芭蕉精利用地理优势想要偷袭我，我瞅准时机丢下火苗，然后画下符咒将其消灭。我本想着少接点降妖除魔的生意，就开始替人看风水。左边金盆献瑞，右边水榭中堂，前展华庭鹤宇，后枕金山翠玉，正合风生水起之象，应该丁财两旺。可是村子里最近无缘无故的六处不安，人口不灵，是不是风水出了问题呀？风者乃指气流，千万不能堵住气。现在虎虎生风，气流畅通，风应该没事。那水有没有问题？我去看看水源。好，走吧。村长，所谓风管人丁，人管财，风不入户不旺丁，水不上堂不旺财。这条村的水位格局一流，这个叫做龙虎突穴，是经过山溪冲击侵蚀成为一个水环，把水流套住，形成了金龙追珠。俗话说珠圆玉润，家肥屋润，是不是呢？看看珠就知道。那颗龙珠的位置在哪里？应该在这里。怎么会裂？发现是水的问题，我就带着村长去源头查看，发现水里居然全是蝙蝠，看来这里的水以后不能用了。我们顺着水源向上，发现了一个教堂。修女带我参观教堂，我发现有一间封闭的密室，向外冒阴气。修女说那是禁地，不能进，我就施展了点小手段。着火了！着火？哪里呀？那，哎呀，糟了，着火了！哎呀，快救火呀！啊，谢谢你。哎，火呢？被这扇门给压灭了。看见大蒜，我还以为这以前是间厨房，可扭头一看，发现前方有具骷髅。
修女告诉我，这里之前有2个神父，他们遭遇了恶魔。从现场打斗痕迹来看，是神父输了。可我却不这么认为。不可能啊！如果是鬼杀了他，这10几年来我们的村民怎么会出入平安呢？依我看，他应该是赢了。眼看这里没什么发现，我便带着2个徒弟，用茅山术中的寻龙诀，替村子重新找到了水源。村里的乡绅见我们辛苦，就来邀请我们吃席。你们把东西收拾好了才准吃午饭啊！好了。哎，等等我。可我们刚走，就有一群蝙蝠把定位桩挪了位置。下午毫不知情的阿威队长就带人挖井，很快他们就挖到了奇怪的东西。报告，我们好像挖到出土文物了。阿威一听有好东西，丢下表妹就亲自下到了井底。果然，他很快就发现了一块红宝石，用布包好以后，就让手下拉了上来。就在干尸出土的那一刻，突然风云变幻，我大惊失色，急忙赶来。看见干尸的那一刻，我感觉到了比任老太爷还重的阴气。我仔细观察过干尸，就对阿威说：“队长啊，他两眼发红，腐而不化啊，我主张把他火化啊，不然他随时会尸变。”雨停以后，我就带人准备荔枝柴，准备火化干尸。可阿威队长却把干尸放在屋内聚宝石，眼看拖延不了时间，阿威队长就用自己的木雕来代替。好重，很轻的嘛，没用。放心吧，一定没问题啊！我见到干尸的体型不对劲，就要查看，可下一秒，哎，声音很大是吧？啊，因为临时决定没预备鞭炮，这一枪呢是代替鞭炮的。哎，一枪天下响，大家都发财啊！哎，我们挖井呢，无意中挖出了一个尸体，这是我们的煤气。可是幸亏有道长在这里，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运气啦。哎，道长了不起，了不起啊！经过这一次火烧旺地，我们村子可以大吉大利了。就这一耽误，木雕已经化作灰烬，无法分辨。阿威队长眼看我们没有发现异常，于是赶紧回屋继续聚宝石。而一旁的阿如实在等不及了，你快点行不行？哎，请你的动作快一点好吗？阿威直接用锤子敲下了宝石，这一下也把他的鼻子磕破，他的鼻血也流到了干尸身上。阿如急忙让阿威出去止血，他们都没有注意到阿威的鼻血被干尸吸收，打发走了表哥。阿如急忙捣鼓那块红宝石，丝毫没有注意到身后的干尸已经动了起来。只见干尸一把抓住阿如就开始吸血，不一会儿，干尸干瘪的皮肤就充盈了起来。原来干尸就是神父拼了命才封印的吸血鬼。与此同时，我那2个不争气的徒弟居然惹回来了一只怨鬼。你跟他玩好了。他跟着我们干嘛？我们又跟他无冤无仇的。一定是你们在外面惹回来的。如果你们不把他摆平啊，那个女鬼就会上你的身，或者上你的身。明天我起床啊，你就会变得不男不女，不三不四。所谓冤鬼缠身，人妖难分呢。吓唬完2人后，我就进屋睡觉。2人为了博取我的同情，居然玩起了鬼上身。师傅，阿豪被那鬼上身了，脸色发青，嘴半白，浑身出血。在阿豪的视野里，见到的是一幅美好的场景。女鬼叫小玉，生前在怡红院卖唱为生。听完阿豪的介绍，阿芳也迫不及待地尝试了起来。师傅，阿芳被鬼上身了，脸色发青，嘴半白，浑身抽筋的。可在阿芳的视野中，却是小玉被逼良为娼。老板见小玉不从，就用开水泼她。师傅，阿芳脸色发青，嘴半白，浑身抽筋啊！我听到阿豪的喊声，拉开窗户查看，发现阿芳真的被冲体。于是我立刻把小玉从阿芳体内吸出，然后提醒阿芳：原来这事不可泄露，千万不要告诉别人，不然对你不利。你对他的身世最清楚了，你要帮他找回玉身，让他安心投胎。次日，2人就到怡红院寻找小玉的肉身。紧接着2人就遭到了社会的毒打。你老大我老大，躲开！有人告你们逼娼不遂，杀人灭口，我要检查你的女人。啊，好啊好啊，欢迎深入调查。回家以后，2人都无精打采的像泄了气的皮球。阿豪提议直接把坛子埋起来，小僵尸一听就不干了，要把小玉放走。看来关键时刻还得是我这个师傅出马。你把他放出来，我2个徒弟就没命了。师傅，我们真的尽力了，只有请孔明灯了。
你们跟着这个孔明灯。吸完阿如的吸血鬼，恰好就在孔明灯经过的路上。我和阿豪跟着孔明灯，很快就找到了小玉的肉身。可扭头一看，发现吸血鬼居然跟在阿芳后面。我和阿豪对了一个眼神，就开始行动。这样，哦。可没想到，这具阳僵尸居然不怕符咒和狗血网。我和阿豪只能跟他贴身肉搏，眼看对方力大无穷，我只能先让2个徒弟顶住，我去布置阵法。师傅，别上呀！走。眼看法阵都困不住他，我只好带着徒弟跑路。可没想到，那个阳僵尸却紧跟不舍，眼看他要抢夺尸体，我和阿豪急忙阻止。就在此时，阿芳才发现，原来是他拿错了尸体，这是刚刚被阳僵尸复活的妻子。只见阳僵尸一把抓起阿芳，就要救妻子，可下一秒，妻子就掉下了山崖。我见徒弟有危险，一石头就送阳僵尸去见了上帝。就在我们要回去拿小玉肉身的时候，发现许多蝙蝠飞下了悬崖，于是我来到保安队找阿威队长，希望他能帮我一起抓僵尸。可刚进屋，就看到阿如尸变了。我救了阿威，阿威却把我当流氓抓了起来。阿如更是想趁这个机会来吸血。与此同时，教堂的修女找上了门。她告诉阿豪，教堂里突然多了很多蝙蝠。小僵尸一抬头，恰好见到蝙蝠驮着阳僵尸往教堂飞。他知道2个师兄要倒霉，于是控制金钱剑寻找我的下落。等小僵尸找到我的时候，我已经被阿如制服。小僵尸不知道从哪里找的炸药，直接将牢房炸塌，阿如自然也烟消云散。等我赶到时，2个徒弟已经把教堂弄得鸡飞狗跳。我顺便拿阿芳做诱饵对付阳僵尸。眼看他这么怕阳光，我就掀开房顶给他晒晒日光浴。可阳僵尸也不傻，居然偷袭我，我只好下去与他贴身肉搏。小僵尸见他心爱的金钱剑被毁，直接点燃了炸药。这里不安全，快躲起来！一阵剧烈的爆炸后，我发现阳僵尸只是受了轻伤，于是我举起火把就冲进了密林。追上阳僵尸后，我先是给了他一个3连击，随后一道灵魂火符打进了他的口中，火符顿时发动，阳僵尸的心肝脾肺被点燃。我见状，迅速举起石头补刀，可没想到他的生命力这么顽强，跳进沼泽将身上的火熄灭。就在我要和阳僵尸拼命的时候，修女们赶了过来，把我和阳僵尸一起推进了沼泽。眼看阳僵尸又扑了上来，我一把抓住胖修女的脚，胖修女直接把阳僵尸砸进了沼泽。看来这下阳僵尸是没救了。到这里，我的故事也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见。